这个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男人名叫程瑞，今天是他调任湾海市刑侦支队副队长的第一天，不料还没上岗就先上了本地热搜。岭州省湾海市背靠大海，经济发达，金融行业兴起繁盛的同时，隐藏在阴暗处的罪恶贪婪也在蔓延滋生。一条条以商养黑、以散护黑的利益链形成壮大，肆无忌惮地在湾海市横行。在扫黑除恶常态化的大背景下，省有关部门召开会议，研究决定对内打散破网，对外打财断血，不惜一切代价将湾海市盘根错节的黑恶势力连根拔起，同时自查自纠政法队伍，以强有力的硬手段剔除内部腐败。这个决心从来就没有动摇过。湾海市扫黑办主任陈国栋面见了程瑞，表示之所以将他调来，是为了让他在被黑恶势力渗透的金融领域打击犯罪，守护人民群众的利益。翌日，程瑞意气风发地到公安局报到，副局长杜于林向他介绍了刑侦支队队长吕鹏，并将一起突发案件交给程瑞负责。程瑞马不停蹄赶往现场，案发地是新兴财险公司楼前，死者是一名叫赵雪宁的女大学生。初步调查，死因是坠楼，死前曾遭到暴力追讨，死后也不得安宁。赵雪宁，我可告诉你啊，你可别想着跑，就算是你死了，这笔债同样没完。通过进一步勘查，警方发现新兴财险的天台有明显的拖拽痕迹。程瑞马上命手下小龙查看事发前30分钟的大门监控，同时吩咐阿杰调查死者家庭状况，自己则带着女警高月前往死者就读的湾海大学。辅导员表示，赵雪宁是个品学兼优的学生，最近更是一直在校外勤工俭学。程瑞又向赵雪宁的好友安冉了解了情况，对方表示赵雪宁是个乐观开朗的女孩，最近因为母亲生病有些焦虑，但绝不可能因为钱自杀。高月从赵雪宁的柜子里找到一件性感的吊带裙，安然表示赵雪宁平时穿衣打扮都十分朴素，这一定不是她的衣服。之后将赵雪宁唯一一个包交给了程瑞。离开大学时，程瑞偶遇了经济学教授赵宪瑜，对方主动上前搭话，并对自己学生的死表示遗憾和难以置信。赵雪宁尸骨未寒，他的家人就遭到暴力追讨分子的威胁，并扬言再不开门就放火烧了他们家的房子。动静之大引起邻里注意，接到报警的程瑞一行人迅速赶到，及时阻止了一场悲剧的发生。与此同时，与被害人家属处境完全相反的场景在湾海市的另一个角落上演。这是一家富丽堂皇的酒店，大厅里衣香鬓影，觥筹交错，大家言笑晏晏，一派和乐之象。这次宴会的发起人正是湾海市海创集团董事长安一鸣，重头戏是一个3方合作的签约仪式。这3方分别是海创集团、新兴财险以及湾海商业银行，其余受邀人员也均是本市有头有脸的人物。赵宪瑜也作为银行高级顾问应邀参加。仪式上，安一鸣表示，这次的合作海创集团会拿出盈利额的3%投入慈善项目，就算是回馈社会。话虽然说得动听，但安一鸣的眼神里却闪着金光，脸上堆着满满的算计。安一鸣的第2任妻子周彤一边看现场直播，一边打去电话夸他穿得很帅。反观安一鸣本人似乎跟帅不搭边，也许帅的是他的身份和财富。这次合作质疑声不绝于耳，大众也对其中的运作十分好奇。与此同时，周彤的会议室陆陆续续坐满了人，和西装革履的商务人士不同，他们个个大金链子、小手表，打眼一看就知道和帮派沾点关系。果不其然，这帮人就是周彤专门找来负责收账的。其中一个大胡子表示，最近警察盯得紧，大家都不太好做。众人纷纷附和，周彤自然听出弦外之音，当即拍板，每笔欠款的提成再多加15个点。尽管如此，却还有人不满意。大胡子更是咋咋呼呼地表示，周彤是个只会耍嘴皮的娘们。但周彤很快就向他证明了自己，将烟灰缸砸在大胡子头上，让他说话前先过脑子。软的不行就来硬的，周彤也算是个有手段的人。他表示自己大哥周胜华已经出狱，他们不愿意做的事自然有人来做。紧接着又抛出橄榄枝，承诺只要海创集团洗白成功，一定不会亏待在座的各位。一顿高级操作下来，将不服气的大哥们收拾得服服帖帖。与此同时，程瑞也在持续跟进赵雪宁案，发现他在7家贷款公司均有贷款记录，金额从最初借的2万块钱到最后以贷养贷滚到90多万，这对一个普通家庭来说都是个天文数字，遑论没有稳定收入来源的大学生。据调查，这7家贷款公司的幕后操控者都是同一伙人。赵雪宁显然是掉入了套路贷陷阱。这几年害人无数的套路贷在湾海市愈演愈烈，只去年1年就有20多个受害者因此自杀。陈国栋让程瑞放手去干，势必要还湾海市一片海晏和亲。程瑞像一支冲破黑暗的利剑，以雷霆手段打击暴力催讨，将赵雪宁案的重要嫌疑人光头抓了回来。光头就是当日在大街上向赵雪宁追债的人，他咬死自己对赵雪宁的死并不知情。警方查了光头的行踪，确认案发时他并不在现场。小龙义愤填膺地表示，赵雪宁还只是个学生，他们这帮人简直吃人不吐骨头。但做光头这行的良心都没有，更何况悲悯之心。在光头眼里，只有钞票才是王道，别人的死活他根本不关心，或者说他们就是将人置于死地的罪恶之手。赵雪宁坠楼案的分析汇报会上，程瑞拿出死者被暴力性侵的尸检报告，
以及在其宿舍发现的吊带裙和天台上痕检报告，分析赵雪宁曾被强迫卖淫。根据目前掌握的证据和线索，程瑞认为新兴财险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甚至极有可能就是这家公司伙同另外7家贷款公司逼死了赵雪宁。程瑞将新兴财险的负责人侯文武列为第一嫌疑人，并提出对其采取强制措施。支队长吕鹏却表示，办案讲究的是证据，贸然行动可能会造成不良影响。副局长杜于林一锤定音，认为案件事关重大，侯文武又是本市重要的金融人物，轻易对其采取强制措施十分不妥。当务之急是尽快找到凶手，了结此案。领导发话，程瑞自然不好再反驳。他找到检察院主任沈书元，希望能从他这里了解到一些关于侯文武的信息。对方简单查看了程瑞整理的资料，表示事情牵涉太广，这些资料恐怕不能证明什么。末了还提醒程瑞查一查侯文武的盈利方式。离开检察院，程瑞因杜于林邀请一起吃饭，不是什么大饭店，而是一家小餐馆。一同来的还有支队长吕鹏。饭馆老板达叔和杜于林是老街坊，和程瑞的父亲程忠也是老熟人。他热情地上前招呼3人。杜于林问他儿子结婚的钱凑得如何，有困难一定要知会一声。达叔笑着说，全都办妥了，到时候欢迎大家来喝喜酒。这时程瑞接到一个电话，向杜于林汇报赵雪宁案有了新的发现，随后便急匆匆赶往湾海大学。安然已经等在了图书馆，他将一张从赵雪宁书里找到的侯文武名片交给程瑞，名片上用红笔画着几个叉。安然表示侯文武和自己住在同一个小区，如果他们要去也顺便带上自己。3人离开后，一个戴着口罩的女人出现在角落，她显然是在盯安然。与此同时，侯文武约见了安一鸣，并拿出一张光碟，里面的东西似乎对安一鸣不利。侯文武对警察的动向很是了解，知道他们已经盯上了自己，为今之计只有跑路。安一鸣听出了侯文武的弦外之音，直截了当问他要多少钱。侯文武直接狮子大开口，还表示这个数目很合理。安一鸣的脸色变了变，最后挂上笑脸，表示这张光盘确实值2个亿。门铃声响起，侯文武转身去开门，安一鸣的眼神瞬间变得阴冷，不出意外已经帮他预定了盒饭。安一鸣带走了光碟，看到门口的安然后直接坐上了他的车。原来2人竟然是父女关系，安然显然遗传妈妈更多一点。程瑞对侯文武进行了简单问话，但对方却是只老狐狸，一番话说得滴水不漏，表示新兴财险只是一家金融公司，只负责把钱借给客户，不负责催债，还说以自己的身份根本不会为了90万去杀人。公安局局长老黎向杜于林询问案件进展，杜于林表示自己的工作开展确实有些困难。程瑞虽然已经打掉了套路贷公司，但似乎还想继续深挖。眼下又正在湾海市新区奠基典礼这个节骨眼上，自己虽然想支持程瑞，但人手紧缺是个大问题。老黎听完后表示，新区奠基典礼的安保工作是眼下最重要的任务，言外之意是要抽回专案组人员。杜于林的这番话可以说很有水平，先将自己放在一个左右为难的位置，接着用他人之手阻止案件调查，最后不仅达成目的，还将自己摘得干干净净。我们不妨大胆分析，杜于林先是阻止程瑞调查侯文武，接着更是利用老黎叫停专案组。要说他没有见不得人的心思，恐怕没人相信。就看没有上帝视角的程瑞什么时候会发现杜于林的异常。另一边，不知情的程瑞还在跟进赵雪宁案。高月通过那件吊带裙找到了赵雪宁生前工作的夜总会，通过调取夜总会的视频，程瑞发现侯文武撒了谎，他并非从未接触过赵雪宁，2人甚至可以说十分亲密过，只是这种亲密是出于侯文武的邪火。程瑞马上带人前往侯文武家，然而他们还是晚了一步，侯文武已经领了盒饭，一个身手敏捷的黑衣人在程瑞几人的眼皮子底下逃了出去。程瑞没看到，但观众老爷们应该看到，此人正是在图书馆盯着安然那个女人。侯文武被害案很快被各大媒体报道，安一鸣却好像并不意外，所以极有可能就是他买凶杀人，也只有他想尽快除掉这个敲诈自己的人。周彤关掉了电视，提醒安一鸣周胜华很快就要出狱。周胜华曾经是安一鸣的老大，但是他入狱这些年安一鸣从未去看过，如今他已经出狱，安一鸣也只是安排周彤准备20万给周胜华，似乎打算和他撇清关系。周彤担心周胜华因此心生不满，做出对公司不利的事，安一鸣却并不在意，他相信周胜华掀不起什么风浪。如周彤所料，周胜华很快找上了门，安一鸣却始终推脱不肯见面。周胜华恨得咬牙切齿，周彤拿出20万暂时安抚了他，并将人送到阿青的酒吧稍作歇息。周胜华大喇喇地走进酒吧，让小弟拿来自己的吃饭家伙，在众目睽睽之下把玩了起来。这个吃饭的家伙自然就是手枪，一个名叫张斌的年轻人从周胜华进酒吧就一直关注着他。张斌是近来崛起的一个小头目，据说是个狠人，周胜华也对他有所耳闻。张斌走上前毛遂自荐要做周胜华的马仔，他看不上外面那些空有其表的山炮，只想跟着周胜华做大做强。说完抄起酒瓶照着自己的脑袋来了一下。周胜华十分欣赏人狠话不多的张斌，张斌也顺利成为周胜华的马仔候选人。
另一边，吕鹏将侯文武案交给程瑞，要求他尽快查清事情，始末给民众和督导组一个交代。程瑞在侯文武的硬盘里发现一些金融产品的数据以及多条不明资金往来。他拿着这些产品数据找到赵宪瑜，此时赵宪瑜正在一家疗养院照看以前的同事姚远。姚远呆呆地望着天，听到海创集团这4个字后，情绪激动地大喊着黑社会。赵宪瑜表示，姚远曾经也是湾海大学的经济学老师，还帮海创集团设计过金融产品，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招惹上黑社会。对方的威胁恐吓彻底将他逼疯，这些台词很直白地表示海创集团曾是黑社会起家。姚远显然是知道了一些事，所以才遭到恐吓。当晚，赵宪瑜受邀来到安一鸣家，他自然知道安一鸣的目的，开门见山地表示，只要新兴财险正常运转，那笔100亿的贷款还是能够顺利批下来的。安一鸣心里的石头落地，邀请赵宪瑜一起吃晚饭，席间还表示自己求贤若渴，希望赵宪瑜能够加入集团。赵宪瑜婉言谢绝，桌上一派其乐融融。桌下的周彤和赵宪瑜却暗通驱款，两人的关系不言而喻。与此同时，赵雪宁案有了新的进展。据说现场曾出现过一架无人飞机，机子的主人是一个小男孩。他看到那些画面后，出于害怕没有和任何人说起，直到警方找上门，众人查看了无人机拍下的画面，确认赵雪宁死于他杀，并在第一时间抓获了本案的相关人员并进行了审讯。然而被抓的2个小头目却抵死不认和赵雪宁案有关，甚至还污蔑一个已死之人，也更加不肯供出幕后之人。案情一点点明朗，老黎叫来程瑞了解情况，还表示支持他一查到底，还叮嘱程瑞如果要动安一鸣，首先得找到能将其定死的铁证，以免打草惊蛇，增加办案难度。这些话在程瑞看来就是在要求他停止调查安一鸣。局长指导完工作，副局长指导。杜聿林叫住程瑞，暗示他不该越级汇报工作。程瑞急忙表示是老黎找自己了解情况。杜聿林接着说，那把保护伞是谁，老黎心里可能很清楚，毕竟他更加了解湾海市的情况。最后提出将赵雪宁坠楼案结案，末了卖了个好给程瑞，表示如果有足够的证据，自己会亲自去和老黎交涉。与此同时，周胜华终于见到了安一鸣，他提醒对方不要忘了自己15年的牢狱之灾是拜谁所赐，还提起一件和某未诚信警官的往事。不出意外，两人口中这个警察就是程瑞的父亲，看来这又是一个需要破解的秘密。安一鸣拿出1000万的支票，希望周胜华笑纳，对方却狮子大开口要10个亿，还压根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面对这种从自己碗里抢饭吃的人，安一鸣开始着手为对方热盒饭。两人不欢而散后，周胜华找到张斌，让他带着人砸了安一鸣几个场子，算是给对方的下马威。与此同时，程瑞也面见了安一鸣。如果说侯文武是只老狐狸，那么安一鸣就是纸笑面虎。他早早就撇清了和涉事借贷公司的关系，一番话更是说得滴水不漏。人是铁，饭是钢，案子要查，饭也要吃。程瑞来到达叔的餐馆，意外碰到了安然，两人刚坐下没多久，几个混混便闯了进来，咋咋呼呼让达叔还钱，否则就砸了他的店。安然掏出手机录下了暴力催债的证据并报警，程瑞也在警察赶到之前阻止了小混混的暴行。安然离开餐馆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到安一鸣，问他公司究竟有没有涉黑。安一鸣自然不会实话实说。安然回到家四处翻找，在一个打开的保险柜里发现让侯文武领盒饭的那张光盘以及一把枪。安然带走了光盘，这把枪安一鸣则交给了张斌，让他在周胜华的寿宴上除掉对方。有钱能使鬼推磨，周胜华一定不会想到自己身边早早就被安插了人。周胜华和张斌的多起暴力犯罪很快引起了警方的注意，他们倾巢而出，打算在周胜华做寿当晚将这股黑恶势力一网打尽。寿宴上，张斌正要动手时，警方也展开了行动，然而却连周胜华和张斌的面都没见着就被2人逃脱。两人先后跑到楼顶的包厢，张斌拿枪指着周胜华，问他还记不记得15年前被他活活捅死的张胜明。君子报仇10年不晚，他这个做儿子的今天就要为父报仇，把周胜华的生日变忌日。话音刚落，程瑞也找了过来，他劝张斌不要做傻事，周胜华犯的罪自有法律审判，天网恢恢他逃不掉。本以为还要对峙一阵，没想到张斌是个听劝的，但周胜华一脸嘚瑟的表情实在有些欠揍。张斌朝着他的胳膊开了一枪泄愤，接着马上放下枪，举起手表示愿意配合警方调查，可以说是所有反派中最让警察省心的。行动结束后，程瑞收到一条匿名短信，对方表示自己拿到了安一鸣的犯罪证据，约他在湾海大学的图书馆见面。发来短信的正是大义灭亲的安然。等程瑞赶到图书馆时，安然已经不知所踪，凳子挂着一个书包。程瑞拿起书包正欲离开，一个黑衣人从暗处袭来，和程瑞交手后逃脱。这证据拿到的出乎意料的轻巧，程瑞这一路查来似乎根本没遭到任何阻拦，两个领导也只是嘴上要求他停止调查，却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警方的抓捕行动成功，意味着安一鸣的计划失败。向他传达这一消息的正是杜聿林，这个黑恶势力保护伞终于露了头，事情一发不可收拾。杜聿林想要抽身已经来不及，安一鸣表示两人早就是一根绳上的蚂蚱，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还提醒杜聿林不要忘了当初程中是怎么死的。
由此可见，程瑞父亲的事杜臾林也有份。从他行差踏错的第一步开始，很多事就被注定。如今再想脱身为时已晚。湾海市扫黑除恶工作初见成效，成果分析汇报会上，程瑞拿出近来调查到的所有资料，发现所有涉黑资金通过运作，最后都流入了海创集团。再加上程瑞从安冉那里拿到的音频，指控安一鸣证据确凿，海创集团和安一鸣的种种罪行令人齿寒。陈国栋义愤填膺地表示，应该马上控制安一鸣，合理怀疑他是个喊口号的工具人，几乎包揽了片中所有口号。陈国栋的发言，老黎很是认可，事关重大，他表示要立刻通知相关部门对安一鸣采取强制措施，同时一旦发现其背后保护伞的线索，马上移交相关部门调查取证。字字句句落在杜臾林耳中，都像惊雷般炸开，他的紧张肉眼可见，满脸写着我该怎么办，在线等，挺急的。散会后，程瑞找到检察院主任沈书元拿逮捕令，对方表示市里不止一次申请调查安一鸣，但最后都不了了之。经办的警员更是无一例外被调离湾海或者发生意外。沈书元希望程瑞能够做好完全的准备。安一鸣在劫难逃，而那个打开保险柜让安冉拿走光盘的正是周彤。事到如今，他也没打算遮掩。安一鸣提醒周彤，自己进去了不代表他能全身而退。被枕边人和小棉袄背刺，安一鸣显然没料到会有众叛亲离的一天。事情还远没有结束，案子甚至牵扯到了境外势力。金融专家普遍认为有组织借海创集团事件做空相关股票，中间的调查过程片中没有交代，只用省厅的一通电话坐实了这一发现，节奏快得有些突兀。与此同时，老黎还将一些公职人员犯罪的线索递交给了有关部门，这中间的取证细节也并未交代。程瑞在达叔的餐馆偶遇安冉，这才得知那些资料并不是他留给自己的。那天安冉纠结了很久，最终没能下定大义灭亲的决心，带着资料离开了图书馆。由此可见，是有人在针对海创集团，并且那个人极有可能就是恶意做空股市的幕后之人。与此同时，赵宪瑜开始频繁出现在影片的后1/4，不出意外，他就是勾结周彤和境外势力的幕后黑手。影片到这里开始摆烂，程瑞和安冉听了赵宪瑜一次课，就发现了那名几次和自己交手的黑衣人就是赵宪瑜的学生兼助手唐好。紧接着更是通过安冉打开了上帝视角，将三人的动向悉数掌握，甚至拍到了他联系境外势力准备跑路的画面，妥妥的开挂办案。赵宪瑜很快发现跟踪车辆和车内监控，双方在马路上一顿狂飙，飙完程瑞和唐好下车格斗，格斗完赵宪瑜开车撞程瑞，结果没撞成反被击毙，进度快的甚至有些跟不上。赵宪瑜在撞人前让周彤带着100亿先离开，周彤舍不得情郎，便打算用100亿和警方做交易，没成想账户却被冻结，境外势力自然半毛钱都没收到。紧接着画面一转变到了杜臾林伏法，影片的后30分钟呈现出一种字面意义的全程无尿点，因为一转眼的功夫他就演到了下一个点，说剧情赶着去投胎都不为过。之后就是一切向好的大团圆结局，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成果显著，金融新区奠基庆典圆满召开，好消息一个接一个传来，但因为情节仓促，结局似乎也没那么振奋人心，全片实打实的高开低走，编剧的锅是甩不掉了。